连小晨，我没别的意思，等你这么久了，就是想跟你好好谈谈。我们有什么好谈的？我知道你肚子里的孩子是沈侯的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沈侯知道吗？沈侯不知道，我也只是猜测，因为我相信你不是那种脚踩两只船的人。一方面跟我儿子谈恋爱，私下里再跟另外一个男人来往。如果你真是那种人的话，我们两个也不会坐在这里。你早就答应我提出的丰厚的条件，对吗？我刚才只是试探性的问了一句，没想到这是真的。任小晨，我只想说，你能换一种活法吗？不要让自己活得这么痛苦，也不要让沈侯活得这么痛苦，更不要让你未出世的孩子活得这么痛苦。你知道吗？这孩子是沈家的，这一切就都不一样了。你说吧，怎么做你才能够原谅我们？我愿意付出一切，来祈求你的原谅。这孩子是我自己的，跟你们任何人都没有关系。你这叫掩耳盗铃，怎么可能是你自己的呢？他明明就是沈侯的孩子。那我就是孩子的奶奶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你恨我，但是这是不争的事实。那请问侯总，您还记得我爸爸吗？那个当年为了我东奔西走去讨说法的人，您当年在做什么？您动一动手指，打个电话就能决定一个家庭的命运，而我们呢？我们求告无门，就像是微不足道的蚂蚁，你可以随随便便就捏死。不要这么说，这一切都是当年的我无意之举啊。再说，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，我们没有办法让一个逝去的人起死回生，可是我们可以面对一个活着的人、未出世的人，让他好好的活着。那我告诉你，如果你今天来就是为了让我肚子里的孩子叫你一声奶奶的话，我劝你死了这个心。他姓严，不姓沈。这个就是你们花了1个星期做出来的方案吗？公司花那么多钱，请你们来干嘛的？谁手机？啊？沈总，好像是您的手机。我给你们3天时间，重新改稿，3天时间。喂妈，我在开会。沈侯，我回家一趟。爸，我在开会。回来。是不是我妈？妈，你没事吧？你妈妈没事儿，是你的事儿。沈侯啊，你有孩子了，小陈怀的孩子是你的，不是程志远的。妈，你们从哪儿听说的？
如果那是我的孩子，他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他得有多恨我？他恨的不是你，是我们。是我。孩子，这事儿得从你高考的时候说起。最近怎么样啊？有没有什么不舒服？就偶尔会小腹有点坠胀，痛吗？还好。看一下，没什么问题，孩子胎心都很正常，放心吧。来，擦一下。我自己来了吗？哎，程先生，情况就是这样。孩子，沈侯，你啊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找人。和业主有预约吗？没有。那你给业主打个电话吧。好的，谢谢。不管以前有什么，现在再计较这些，没意思，对吧？总之呢，把眼前的日子过好，就是最重要的事，对吧，沈侯？你自己出去行吗？行，你们赶紧去排练吧，我自己就溜达溜达啊。那你有事打电话啊。哎，咱们走吧。哎，好嘞，走了。慢点啊，宁姐。哎，好，放心吧啊。好，走，打电话啊。好嘞。先生，欢迎光临。我想买一部手机。哦，我们这以为是最新些都是新品，您可以随便看一下。都是啊。对。这个我要了。啊，好的，先生，我们这款手机还有银色，正好配成情侣手机，您可以给您太太也买一个。好，这个我也要了。笑笑，你别走。笑笑，我就是想见见你。我不想见你。你如果不想见我的话，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？你想多了。笑笑，我就想跟你说几句话。你都知道了。我都知道了，他们什么都告诉我了。我没有说你怎么知道，我都知道。从你的表情就可以看得出来。如果你还是什么都不知道的话，你现在应该是恨我才对。
小小，对不起。你既然全部都知道了，现在再说对不起，也没什么意义了。不，这对于我来说很重要。我这个对不起，并不是因为我爸妈所做的那一切，而是因为我自己。我竟然就因为你在程志远家那一晚，还有那一段微信，和你的一面之词，我就把你想成那样的人。对不起。你现在愿意怎么想，就怎么想吧。我不在乎。你不在乎，可我在乎。我就是因为太在乎了，所以我紧张，我才没有理智地考虑到一切。你也知道，我那段时间没有工作，我太厌恶我自己了，我怀疑我自己，我从来没有那么自卑过。而程志远又真的太优秀了，所以我……别说了，我们已经结束了。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那为什么你还在用着我送你的手机？小小，已经发生的事情没办法改变了。我不管做什么，都弥补不了你和你妈妈，这我都知道。但是我依然无比的坚信，我就是想和你在一起，我就是想和你还有孩子在一起。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，其实我们都会有办法去解决。沈侯，如果我们继续在一起的话，我妈是会疯掉的。我现在已经结婚了，而且陈志远把我和我妈都照顾得非常好，我妈现在非常平静。我明白，我承认，程志远他的确是一个完美的丈夫。但是小小，你真的爱他吗？爱和不爱又能怎么样呢？爱能解决所有问题吗？所以你还是爱我的，对吧？小小，小小，我求你别再这么叫我了，你叫我什么都行，就是别叫小小。这是我爸给我取的名字。小小，我知道你不会回复我，微信也把我拉黑了，但这些话我还是想说给你听。那天我知道真相以后，心里既高兴又难过。我高兴的是，我终于知道，你所说的一切、做的一切都是在骗我，你并没有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，你肚子里的孩子也是我的。我难过的是，我们家当年所做的事情，导致了你爸的意外。直到现在，我还是难以相信，我当年上了自己想上的专业，可代价竟然是你爸爸的生命。如果不是我妈为了我找人挤掉了你的专业命了，
你爸爸也就不会去讨说法，也不会发生那场车祸。知道这些以后，我总是想起那天在河边，你和我说的你们家那些故事。笑笑，我不会再勉强你做任何事情。如果你现在过得真的像你所说的一样幸福，我会祝福你。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如果可以，我愿意用一切方式向你和阿姨赎罪。请你永远不要再联系我，就是对这一切最好的赎罪。小陈，你最近怎么回事啊？刚刚差点进男厕所，你早上还给错文件，你看你还把手给钉了。没事，最近怎么都魂不守舍的？真没事？没事。这是怎么了，老板娘？大家好啊，好久不见。谢谢。我给你们都带了礼物，快点。乔总，还愣着干嘛？快分了吧。乔总，我来。谢谢乔总。这里面有大家的名字，你给分一下。谢谢乔总。乔总冷着脸还被 CP 差遣的样子，简直太逗了。这就是传说中的一物降一物。哎，我突然有点萌这对 CP 了。看看是什么东西。小陈的呢？没看见。没有小陈的。拿回去给他们吧。小陈，要不我的这份给你吧，人家送你的，你就拿走吧。喂，小陈，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想跟你说一声，我现在去机场的路上了，差不多中午就可以到上海了。下午去一趟 ADM。OK， 那你注意安全，一路平安，拜拜。拜拜。打给老婆的吧？新婚吗？是啊，我就知道。多放点胡椒面儿。哎，好嘞，白胡椒啊。妈，哎，你们做饭呢？程太太回来啦？志远还没回来啊？啊，程先生打电话说他晚上回来吃饭，所以我们赶紧加个菜。桌子上那橙汁弄好了，你赶紧喝了吧。哎，好。芳姐，你尝尝。快去啊！我先回屋换个衣服啊。再加一点，再加一点，再加点。好。志远回来了吧？哎，妈，我回来了。还有半个小时就开饭了啊！去洗个手去。陈先生，芳姐特意做了您爱吃的鱼。小陈知道你回来了吗？小陈，志远回来了啊！快去！谢谢妈。哎，你妈没发现咱俩分房睡吧？没有，你不在的时候，我那屋的门都是锁着的。我跟她说那是堆杂物用的。我听丁姐说，你终于不拖了。你要我帮忙吗？不用。下班之后还坚持散步吗？我吃完饭都下楼去走走。前2天我去公园散步去了。啊？这给我的啊？客户送的，送了2波。
咱们2个一人一部，我也有。我手机还能用，我不要。你那个手机太老了，可能会影响工作的。那多少钱我给你？都说是客户送的了。你有要洗的衣服吗？你给我，我帮你放洗衣机去。谢谢。这个得干洗吧？好。一会儿衣服洗好了，我给你晾啊。好，谢谢。志远、小陈，饭好了，出来吃饭吧。先吃饭吧。哎，小陈，别忘了。谢谢。哎，慢一点，我来。哎呀，这些事情啊，其实啊，你不用自己干啊，不是有同事在吗？你现在怀着孕呢。我过来啊，是要提醒你，今天要去医院做 B 超。说我都快忘了今天是产检。哎，小陈，现在啊，走路不能这么快，尽量的放慢速度，一切都来得及啊。世纪见面呢，就这么没了？你还想看什么？高手过招，无招胜有招。谢谢啊。哎，医生怎么说？挺好的。那就好。怎么样？饿不饿？这附近有家鸡汤不错，要不要去试试？啊，我来，谢谢。刚才那个是最后一个了吧？对，最后一个了。那我先走了啊。好嘞。还记得这里吗？记得呀。你看我干什么？我知道你愿意帮我，但是你没有必要把心思都花在我身上，对我这么好。你要是有喜欢的女孩子，你就要主动的去追啊。你怎么知道我没有把心思花在自己身上啊？我现在也正在努力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啊。
你怎么不吃啊？最近想调整调整，为了健康。你不需要吧？你又不是医生，就别操我的心了。道志明，我这次回来发现你状态不太对啊，到底怎么了？是不是沈侯来找过你？他知道全部事情了。全部事情？这事儿也怪我。他妈妈来套我的话，我一不留神给说露馅了。懊恼已经发生过的事情，没有任何意义。我也告诉他，让他别再来找我了。他答应了。小姐，刚刚有一位先生让我们把这些东西交给你。他人呢？他已经走了。谢谢。看来他只是答应了你不再见你，并没有打算放弃你。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？还继续坚持吗？事情已经这样了，我们谁都没有回头路。好，接下来的事情，我来想办法。我其实这几天一直在想，这些事情我迟早都要面对，包括我和你，我们也会各分东西的。我不能一直依赖你，所以我的事情让我自己解决。你也别着急啊，今天你先好好休息，明天我们找一个合适的时间，我陪你一起去，跟他聊清楚。好。一会儿啊，我让老李先送你回去，我去谈点事情。你吃点东西吧。吃吧。怎么样？根据沙盘测试，之前困扰你的心理问题依然存在，但现在你心里又多了一个症结。多了什么呀？具体表现为一种情感上的自我矛盾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。那我该怎么办？心理上的问题我可以帮你疏导，情感上的，这不是我的专业范畴。
妈，你怎么在这儿拌凉菜？丁姐呢？她脚崴了，我让她休息两天。哦，我帮你。我问你，你跟志远干嘛分房睡啊？我这不怀着孩子吗？我晚上睡觉不踏实，我老翻身，我怕影响他睡觉。我还以为你们俩闹矛盾了呢。你怎么这么问啊？是不是丁姐跟你说什么了？没大事儿，别瞎怪人家啊。尝尝。你再加点醋。哦。今天的菜真好吃。明天再做，再换个别的样给你拌着吃。哎，小陈，我一会儿陪你下楼走一走吧。好啊，妈妈跟我们一起溜达溜达不？你们两个人下去，吃完了饭散散步去，挺好的。走走。妈，明儿这番茄炒鸡蛋你多放点鸡蛋呗。来。你明天去找沈侯，你打算跟他说什么？跟他说，不要再来骚扰你。他没有骚扰我。我那天给他发了信息，我让他以后不要再来联系我了。他就再也没给我发过消息、打过电话。看来他成长了。你知道吗？男人跟男孩最大的区别，不是年龄，而是一个总是忙着表达、证明自己，生怕世界忽略了他；而另一个呢，委屈自己，克制自己，照顾别人，成全别人。沈侯这次挺让我刮目相看的。算你还得有良心，记得你爸的生日。对了，你有没有想过去国外生活一段时间？我一直在想啊，如果你脱离当下的环境，会不会过得轻松一点？至少在国外，你不必去面对一些你不想看到的人和事儿。我是觉得，我现在的生活刚刚稳定下来。我妈也开始在适应上海的生活，所以
你的提议如果是想让我远离沈侯的话，我不太想逃避这些事情。我不是想让你去逃避，我只是想让你安安全全的度过孕期。你现在每天这样忧心忡忡的，又想着自己工作上的事儿，又要担心你妈的情绪，现在又多了一个知道真相的沈侯。如果你在这个状态下去的话，我担心孩子。等你生完孩子，我们就回国，也就几个月的时间。你妈这边有丁姐照顾着，你也不用担心。我考虑考虑吧。好。今天那份数据分析做得很好啊。多亏了你的指导，妈。妈，怎么了，妈？哎，妈，妈，你怎么了？有事好好说。你爸是怎么死的？你还记不记得你爸是怎么死的？告诉我，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？说话！明明知道沈侯是杀父仇人的儿子，你还敢做这个？说，这孩子是不是沈侯的？妈，你说说。没你事儿，我问他呢，是不是沈侯的孩子？你怎么知道的？这就说明你承认了，是吧？哎，妈，你冷静点，妈，放开我！妈，哎呀，妈，你冷静点，妈，程志远，妈，你干嘛要这么护着他？这孩子不是你的，志远呐，好孩子，你明白点儿，这孩子不是你的，你为什么要这么护着他呀？你护着他对你有什么好啊？啊，你戴着绿帽子替人家养着孩子，这对你脸上有光吗？你要是生不出来，你找个好点的人养啊，你就不怕你程家祖坟里跑出人来找你来？别说了，别说了！妈，这件事情有点复杂，我慢慢给你解释。你个造孽的！你爸爸就是你害死的！你爸死不瞑目的，他会！快去把那个孩子打掉！你要跟沈侯淡得干干净净的，我饶了你！我让我就宰死你！我宰死你！我你爸爸省吃俭用，八心八肝的养你。疼你啊，爱你啊，到现在他养出你这么个狼心狗肺的东西呀，你不知道吗？他不会来找你吗？啊！子晨，你赶紧走，等妈冷静了再说。走啊！你冷静一点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我没有你这么便宜的女婿，没有你这么便宜的女婿，我不认识你，我不认识你，我不认识你。这一切你都是知道的吧？你们都不是好的。妈！喂，120吗？这边有人晕倒了。喂，你在哪儿？小陈，你先别激动，冷静听我说。你妈刚才晕倒了，不过我们现在在救护车上。你在哪儿？我现在在家，你们要去哪个医院啊？第一医院。
我现在就过来了。你现在啊，在家先好好休息，妈这边有我呢。喂，喂。 喂，是我。你现在能不能去趟我家？小陈他一个人在家，我担心他会出事儿。毕竟有孕在身，受不了这么大的刺激。到底怎么了？你说清楚。小陈的妈妈知道了全部，晕倒了。我现在正送她去医院。好，我知道了。 小陈，小陈，是程志远让我来的。你是不是要去医院？我送你过去。啊？不用你管。没关系啊，我车就在那儿，你跟我走吧。不用你管。小陈，小。 我妈怎么样？啊？冷静一点啊！现在已经稳定了，但还没有脱离危险期，需要在重症监护室里面观察。到底怎么会这样啊？医生说是情绪受到了重创，具体什么情况还需要做一个脑部扫描才可以确认。怪我！不怪你，你已经尽可能的不让他知道这一切了。那他到底是怎么知道的呢？ 阿姨怎么样了？是不是你说的？什么？所有的事情你都告诉我妈，是不是你说的？后来都没见过阿姨，怎么可能？那就是你爸妈，就为了我肚子里这个孩子，是不是？怎么可能是他们？那还能是谁？就是因为你妈的自私，当年害死我爸也是因为她的自私，现在也是因为她，我妈这样都是因为她。 小小，你不配这么叫，你走，你走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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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走。没事啊，有我在，我会陪你熬过去的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。 一会儿你先回家，我在这里看着。照顾好他。陈先生，丁姐，你来了，脚好点了吗？好多了。芳姐怎么样啊？应该暂时没什么事儿吧。哦，
程先生，实在是对不起啊，都是我不好。你说我那天怎么就把钥匙给了芳姐呢？她不让我告诉你们，我就没说。我也不知道会弄成这个样子。就算是知道你们两口子就分床睡，也不至于啊。算了，不关你的事。啊，您赶紧回去休息吧，都熬了一晚上了。我会一直在这儿守着的，放心吧啊。好，辛苦你了。没事儿。哎，你在哪儿呢？哎，你在家呀？你在家也给我打电话呀？我还以为我睡着的时候你出去了。我以为你还在医院没回来呢，给你打个电话看看。医生说妈已经度过了危险期了，丁姐在那照看着呢，所以我就回来了。辛苦你了。我回来的时候带点吃的，饿了吧？那我去热。你休息，你再休息会儿。不用，我来热吧。哎，这个菜啊，就别要微波炉热了。微波炉热不透的，吃了对身体不好。拿锅热吧。我提前给你准备点水果，拿热水再稍微泡一下啊。一会儿记得吃。好。补充每天所需要的维生素。我一会儿啊去医院再看看，你就在家好好休息。我跟你一起去。你就别折腾了吧，这几天估计你也没睡好，妈现在也没醒呢，你去了也没用。妈要醒了，我第一时间通知你。喂，丁姐。陈先生，芳姐醒了，医生说了没什么大问题，下午就可以转到普通病房了。好，辛苦了，丁姐。怎么样？妈醒了。来，吃完咱俩一起去。好。程先生，你们来了。怎么样？还挺好的。妈，你好点了吗？我给你带了水果。什么时候把孩子打掉？妈，这孩子是我的，他不是沈后一个人的。再有千错万错，不能把责任怪在孩子身上。我知道事情的真相之后，我也确实犹豫过无数次，我到底该怎么办。但是我真的下不了决心把他拿掉。我要把他生下来，我会对他负责任的。你良心让狗吃了，你对他负责，谁对你爸负责？你害死了你爸不说，还挺着个肚子来气死我！我没你这样的女儿。走着。妈，你别动，别碰我！走，滚！你走！妈，你这别碰我！走！妈，走啊！我踹你了啊！好，小婵，我们先东西拿走！不要你的水果，走！芳姐，别激动，别生气，我们先出去。你们先走，别生气，把这东西拿走！啊，拿走，好，马上拿走。
妈现在在气头上，你也别往心里去。怎么了？稍微有点疼。那我去找医生啊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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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坐一下。坐会儿，坐会儿。还疼吗？还好。明天做一个全面检查。对了，我昨天跟你说的出国的事情，你考虑的怎么样？出了这样的事儿，现在哪还有心思想出国？你不觉得正是因为妈这样，你才应该认真的考虑一下这件事情吗？妈现在不想看到你，她不想看到你肚子里面的孩子。你要执意留在她的身边，对你对妈都没有任何好处。与其这样，为什么不暂时离开一下呢？你再考虑一下吧。哎，听说这2天咱医院楼下的酸奶可在打折呢。是吗？对啊，小刘买了好多呢。他买那么多干嘛？这东西又放不住的了。那谁知道？怎么了？孩子胎心没了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程总，我去买样东西，回来太太就不见了。医院里面找了没有？要不报警吧？还没到24小时，警方不会给立案的。小陈出门的时候，手机是充满电的，他应该是故意关机。小陈，小陈。走吧，这里太冷了。连老天都不让我生下这个孩子，我今天去做产检，医生说孩子的胎心停了。饿不饿？吃了几个月的补品了，
做汤的时候都不敢给你放盐。要不我今天带你吃点好吃的。小姐，哎呀，出去，干嘛？小姐，世豪，你能不能冷静一点啊？小小，他不会有危险。小小会不会有危险？先冷静一下，你听我说，医生说已经超过70天了，必须要做引产手术，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，更严重的会影响未来的生育。行了，都结束了，受苦了。再休息一下，我出去给你接点水。
小陈出院了，别担心。你是我的小猴子，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小猴子。你打算待多久啊？还没想好。行吧，美国也不算远，飞24个小时，想我了给我打电话，随叫随到。别放弃。放弃啥？魏彤啊，我早拿下了，好吗？我说你的梦想，赛车，还有，别轻易放弃你觉得珍贵的东西。赶紧滚蛋！我走了，保重。沈豪，照顾好自己。